大家好，我是演员陆善东。Hello，你是怎么进入演艺行业的？我不是专科学表演出身的，我在大学学的专业其实也不是表演。我的这个经历其实都有那种非常巧合啊。就是我一开始是毕业之后去酒吧上班，我在酒吧干了2年，是酒吧营销。那时候我是在西安上大学，然后毕业之后去做那个酒吧营销。我那时候喜欢 hiphop，然后去做 hiphop 酒吧营销，因为我的学姐学长在那块儿，所以我才去的。干了差不多2年之后，我那时候爱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发照片，然后就有摄影工作室找我说可不可以互免拍图，或者是要不要过来帮我们拍一些服装的图片这些。但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这行嘛，因为我那时候还很小，我还害怕被骗，你知道吗？就去了。当时他们那个房子是那种家属院的出租屋那种，去了还害怕被骗。我敲门之后，我都已经敲门之前我都找好自己的逃生路线了。结果他们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就是那时候流行漫画，真人漫画，他们是一个摄影工作室。认识了之后，我们就一起合作了嘛。当时拍了1周，那个时候是早上7点在他们这边拍，拍到晚上的9点，然后回去休息。因为我那时候，我那个酒吧的工作还没有辞，是3、4点，我还要上夜班。我干了1周吧，快2周，熬不动了，我就给那个姐姐说，因为那个工作室的老板是个姐姐，我说你们工作室缺不缺人，我可不可以过来学修图什么的？那个姐姐就同意了，我就去她那里上班了。在她那里上完班之后，酒吧工作我就辞掉了，就在她这里打工，干了1、2年吧。当时拍真人动漫，它是有一些角色吗？它其实跟现在的这种霸总短剧文非常的像，它就是你只需要做表情，然后拍照，它就是连载的漫画，一张一张给你剖起来，然后在旁边配字嘛，配文字这样。现代题材。对，现代题材。我那个时候白天我就出去拍，我不是在酒吧工作辞了嘛，晚上我就在这里回来 P 图 P 自己，白天拍，晚上 P 自己。我那时候就这样。什么时候的事情？17年、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刚接触到模特这个行业，但那个时候非常的不成熟了，就只是在做表情，就是他说你给我摆一个什么惊讶的表情啊，或者一个疑问的表情这样。他们让你拍的时候，你是自己去琢磨什么表情的吗？还是那个时候就是很片面嘛，认识的就是大家现在所理解的，你惊讶一下就这种，就是你只需要给一下，他就给你定格咔了嘛，赶进度，拍得很快。之后你的职业生涯？那个时候就认识了一些圈内的模特，有时候有拍婚纱样片啊，或者是淘宝啊，大家都会有双人的嘛。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接一些外面的工作，出差嘛，就去拍婚纱样片、淘宝这些，才从西安走出来去外地出差拍。这样。模特大概做了多长时间？我做了有3年多，快4年。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短剧这些东西，那个时候都是一些软件的引流广告，就比如刷到的社交 app 呀，或者是这种投流视频。对，投流视频。我那个时候是拍这个。我有一天在拍一个引流广告的时候，那个化妆老师是我们西安一个短视频公司的，然后他说你有没有拍过短剧？然后说我没有拍过短剧，他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面试一下？我就说也可以，但是我不会演戏，我可以去面试一下，试一下嘛。我就跟那个姐姐约了时间，第2天去他们公司面试。结果我去了以后，我就等待面试的时候，有一个哥哥就过来了，说你是不是今天要过来面试的？我说是的。他说你过来先拍1条吧，然后就直接拉着我拍了1条 app 的引流广告，也没有面试，告诉我过了，我就在那个之后就接了第1部短剧嘛。第1部短剧是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记得，但是不想说。不想说。OK， 那个是演的主角吗？就是我的第1部，其实名字也可以说了，大家也都知道，我第1部短剧的名字叫《河神的新娘》，但是不是在抖音的平台嘛，是在隔壁平台播的。其实那个剧也很爆，但是我那个妆造比较，因为我那时候不是做外拍模特比较多，晒得巨黑，很好笑。是什么类型的？听起来不像是霸总。不是，完全不是，我是一个河神，是一个比较偏古装的吧，但也是个女频。后面就是拍了秦爷的小哑巴嘛，秦爷的小哑巴1、2这样的剧也挺爆的。那个时候短剧其实就是还没有火起来。那时候你有印象大概多长时间拍1部戏吗？其实跟现在差不多，也是差不多10天左右。
那个时候还会周期会拉稍微长一些，因为大家的设备什么的其实就一台机子，一个机子就2个人，几根灯棒，大家就拍了。除了霸总，还有什么角色你想尝试？我特别想演坏人，我想演坏蛋，但好像就是想演那种比较有挑战的角色吧，因为霸总演多了，你会有一种模式化的表演，你知道吧？但大家也不会说你有什么问题，对，你只能说这个霸总跟那个霸总的人物性格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比较阴郁啊，或者是这个比较，但是像前年我不是一直在拍这个类型的嘛，那个时候比较流行这种强制爱，对对对，这种东西拍多了，你自己也会不舒服，知道吧？因为去年1年我也没有拍嘛，到今年的话，我就发现其实要比前年的短剧的剧本题材要好很多，大家都会比较去抓情绪戏或者是感情线，不会去说非得要强制爱这种东西，因为也过了大家一个审美的时间了嘛。你觉得短剧在这2年有什么趋势变化吗？对，因为我发现短剧的题材变化很大，这1年开始跟横屏的一些短剧开始融合。对，现在是中剧啊、横屏的短剧啊非常多，对比起前年来说，短剧的市场真的是还挺开阔的。我是觉得横屏在往竖屏融合，再学一些这种快节奏，竖屏的女频节奏相对慢一点了。是的，是的。因为最早我们演短剧的时候，节奏很快，大家说词儿就是只盯台词，你一句我一句这样来回打。今年因为有很多的演过长剧的演员也过来演短剧，那你看到人家的表演方式之后，你会知道自己的表演哪里是非常好的。我自己也会去学习嘛，但我没有非常专业去学，我就是去跟他们交流说，演完以后说你觉得我哪儿不舒服吗？或者是哪里有点节奏过快吗？这样只能这样去请教。你怎么去练习台词的？就有时候看剧本的时候嘛，你就是会根据剧本上的人物的情绪啊什么的，我自己会在家里去感受2遍吧，但是也不会说去那么专业的每天去练声台形表，没有。有找过老师或者什么培训班培训吗？没有，只能说我的普通话可能稍微能好一些吧。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专业培训过的这一块。谬赞。没有。不过我之前是有机会去正儿八经的去学习，因为前年的时候是签过公司的，那个时候是可以去表演学院学习1年进修班的嘛。那个时候因为不是生病了嘛，就没有机会去上学，也就错过了。你是如何提高演技的？你是在每一部戏里去磨练出来自己的演技的。对，就是我比较喜欢拍一些情绪戏。因为你就有琢磨的空间嘛，而且我也很需要对手演员去给我，就是我习惯被别人带动，是比较被动的那种，就是别人给我情绪非常满的时候，我也会回馈到非常满。那你会怎么跟人家探讨之前的表演呢？比如说我们拍每一场戏之前，可能比较重要的戏，我们都会现场走戏的。不仅是我们台词这样去走2遍，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表演状态啊，大概是一个什么的情绪，说辞的节奏。我跟对手的演员肯定都是走2遍的，去磨合一个非常舒服的表演状态。磨合好了以后，把情绪攒在那一刻，你再表演出来。其实我最早演戏的时候，其实我就属于你说的这种体验派，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带入角色，你只是在单纯的看本去演非常难过的戏或者非常开心的戏的时候，你会想一些很难过的事儿，或者你看过很难过的视频，然后去带入这个情绪。但你发现你演到后面以后，这些东西给不到你那么大的冲击了，习惯了这些东西，你每一次去回想它给不到你那么大的反应。后来我就慢慢的去结合带入人物关系里他们这个情感，就会让你有更深的带入吧。你就可以根据他当时是什么样的体会去表演出来。带入角色之后，你会发现真的会比你想一些自己发生过难过的事情要难过得多。我刚拍完的这一部，其实我们这一部戏其实算是一个小甜剧，我们之间也就只有2场非常的难过的分手戏，我们要杀青的这一天的戏。是我们的最后一场戏，是我们要分开的戏。我饰演的这个人物，带入我们也一起经历了7天，然后要分开，大家要去各自的剧组拍戏了。那一场戏也让我很难过。那场戏要哭吗？要哭，非常难过。你又不能说是爆哭，你还要去想当时他那个人物是怎么样的。这种情况下就会很难去控制自己的眼泪。你对霸总这一角色怎么看呢？之前主要的角色还都是霸总，
那你觉得霸总跟霸总之间会有区别吗？你怎么去琢磨这些角色呢？因为之前的火的题材也不一样，之前又是虐恋又是强制爱，之前的霸总大部分也都比较无脑，直播嘛我都吐槽过。现在的霸总就非常的聪明，看我短剧的大家也不会说我笨了，你知道吧？好多人说我贼笨了。现在饰演的这些人物呢，一是会比较正常一些，二是大家的故事情节不会那么夸张，三是我觉得情绪啊，跟女主的互动啊，这些东西都更细腻了，不会说非常大的篇幅啪就过去，肯定会更在意观众的观感嘛。因为它的内容迭代也比较快。对，去年是因为自己身体原因休息了1年，你中间有去观察短剧的变化吗？其实我过去休息的这1年，没有说去过多的关注短剧的发展，但是没办法，就是我也身处这个行业嘛，也能看到短剧在一步一步往上走。自己没有办法在去年参与进来，也是，很难过的，但是也没有办法，那就希望今年重新再踏入这个行业，可以不拖大家的后腿，自己可以好好演戏。后续有什么职业规划？后面的职业上有没有什么规划和想法呢？我很早很早之前，我拍戏的时候，一直都想开一家自己的店，卖衣服的店。反正这个就是一个梦想吧，暂时就是好好拍戏吧，希望拍到不同的角色，给大家不同的观感。除了想演个坏人，坏蛋封闭一点的，对，演个比较坏一点的。不过目前也有接到这样的本子，感觉是一个挑战。你挑剧本有什么标准吗？其实也不是说非常过分的去挑本子吧，只能说会挑一些相对于来说比较契合一点的。虽然说我想接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角色了，但是我感觉我大部分还是安全的选择站在一个舒适区里啊，这是我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但是还是希望在挑本子的时候可以找到稍微有一些挑战性又比较贴合自己的人物了。因为身体原因休息了1年，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呢？其实，在去年生病的那1年，它并不是说体重增加到哪里，它只是药物浮肿，它是很虚的那种长肉，它不是说我体重上到哪里哪里，因为又吃药又有激素，脸就会疯狂爆痘。在后面调整啊，都恢复的还可以，到现在只需要去定期的复查就好。现在就是有去健身，对，慢慢的在恢复健身了。这个行业我感觉一定要健身，健身体现在很多地方，就你起码每一部剧要公主抱女主 N 次、N 多次。健身不仅是为了自己好吧，剧里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形体展现，也不至于去拖大家的后腿。把身体再对渐好。对。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健健康康嘛。主要是找的私教还是什么？没有，因为我健身时间也很长了，我自己知道健身的步骤，会给自己安排好一个健身的时长。之前一直都有练？对，我之前健身健的整个人很壮的，那个时候就是痴迷于健身了。这个属于每一个健身人的一个必经阶段。对，就是想让自己练大。那个时候每1周要练5天，每天去练一个不同的部位嘛。那个时候又吃蛋白粉，整个人就变得很壮，你知道吗？但是后来拍戏就发现不可以这么壮，就慢慢的又瘦回来，还是精瘦会比较舒服一些。后面是怎么瘦下来的？不要去吃那么多的蛋白粉，不要去吃过多的碳水，因为那时候想变大你就得多吃嘛。后来就不这样，就是比较轻便的饮食多练、多运动、多做有氧。现在大概1周要练多少？我这周拍戏练了2次，拍戏期间应该没时间练吧？不，我就会回去做俯卧撑。我前年拍戏的时候，每天都很忙，但那时候每天都会做200俯卧撑，在片场。200个？对，不管在哪个组，因为我也直播200个，砰砰砰做完，然后收工。柜子还是整个平板的那种？平板就是窄距、宽距，做200个，然后我就是在直播的时候，砰砰砰200个，然后好了，今天的训练到位了。有没有什么老家的美食美景推荐给海外的朋友的？我老家是甘肃天水嘛，我们那边的小吃非常多，比如说有呱呱，你应该不知道呱呱是什么，是一种小吃，还有猪油盒子也是非常好吃的早餐，还有浆水面啊这些东西。因为北方嘛都是比较偏面食一些，而且天水跟陕西离得又很近，也是属于吃碳水的地方，就是吃了会让人心情很愉悦的地方。玩的地方的话，其实天水的风景名胜还是有的，它还是有5 A 级景区的，有麦积山，我自己也去过好多次了。就是你站在它那个山头，往下扔一张纸或者是扔一张什么东西的话，它会往上飞，不会往下落。
非常一个神奇的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伏羲庙，它也是属于每年过年我们大家会去朝拜、去上香朝观的地方，也是属于一个天水人民的习俗，求子啊、求平安啊、保平安。那我们今天采访目前就到这里，向观众们打个招呼吧，期待你更多的作品。好，谢谢大家喜欢我的短剧，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一定会好好拍戏，好好努力的，然后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拜拜，拜拜。